完第一点。我这个是改完之后，基本上封一条鱼出来只要3年。你这开钓鱼池太薄菜了，你应该去当发明家。你看到地表哈，遍布都是石头，但是你有看过石头长眼睛吗？这块文石可以巧雕，那时候到20多年前，一天要挣2、3万只，磨一下就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灯打下去，吓死你，有够漂亮。你看，都是透的哎，年轻人的心脏。台湾人有多爱钓鱼？根据统计，全台钓鱼人口已经超过200万。除了海边、溪流等自然环境，休闲鱼池更是安全方便的好去处。据说这么多的钓场中，隐藏着一个佛心渔场，不但有玩有吃，还保证让你带鱼走。老板，你没有问题吧？竹本老板。竹本老板，拍谁？你好，我是小豆，先怎么称呼？我姓罗，罗老板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会叫竹本老板吗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称呼一下竹嘛，然后本对我来说有没有这么碰到人就不敢说人家笨，就是为什么这么佛心？就是让人家又有可以吃，又有可以喝，还可以把鱼带回家。一般鱼池里面，我们采访过这么多鱼池，好像有佛心的，但没有到这么佛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养殖池，养殖池，对，专业的养殖。那我们早期的时候，因为刚开始在贩售鱼，就有一年是碰到这个鱼价很不好。鱼价很不好，价格很不好，那等于是卖越多，我们会亏越多啊。罗大哥原本是专业的无锅鱼养殖业者，几年前遇到鱼价大跌，透过中盘商贩售更是稳赔不赚，于是决定自产自销。但因为每次需要的鱼货不多，因此突发奇想，透过网路成真钓手，免费提供场地钓鱼，还送饮料，因此吸引大批钓客来帮忙钓鱼。在大家口耳相传之下，养殖场才慢慢转型，成为现在的休闲钓场。老板，你就开始转成做休闲鱼池，对，而且这个休闲鱼池，你还让人家你要来钓，可以带多少鱼种？我们是目前的收费是500块，可以带10斤的鱼。那等于换算起来，我们零卖的价格是1斤卖45块。哇，这很聪明呢。反正我就是钓开心，然后我钓了，我还可以带鱼种。对，那比我去买一尾无锅鱼1斤现在多少钱？如果说按市场的零售价，大约是在70块。70块，一台斤大概在70块。对啊，那如果说你看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老板也开心，钓客也开心。所以这就是佛心渔场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最起初的时候真的好。那我跟你讲，我这种人就适合来这种渔场，因为呢，本人钓鱼很烂。那我刚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专门钓无锅鱼，对无锅鱼的。哇，有这种朋友，那就是又更好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，那我们可以来去找那个朋友教我怎么再钓一下鱼。这个没问题。好，可以。玩专业的事情，让专业的来，专业的邱社长可以。你好，浩哥你好，哇，今天怎么会跑到这边来？对于那种有些人一直钓不到鱼的，你会怎么建议他？可能找底找不好，所以钓鱼有烦恼。找底找得好，钓鱼没烦恼。找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你要了解鱼的习性，因为无锅鱼呢是属于底栖类的。底栖类的。对，所以它一定是沉底吃。对。如果你把饵把它放在半空中的话，它永远也找不到。啊，所以跟找底有关系。好，你来教我钓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就用你的杆子吗？可以。确定？可以。哇，你的杆子你平常钓上来速度有多快？速度有多快哦？我最快有遇过40秒钓4条。40秒钓4条。这有很多的技巧，就是说，有时候看鱼的吃法，对，如果吃很快的话，我们可能就用
浮标要用重一点，重一点。重一点，再很快的到达它的泳层，它一次马上拉起来。那如果你用轻的浮标的话，它是慢慢的飘动，对不对？这个时间就差了5秒。但是其实如果说对于就抢时间的鱼池来讲，要用这样的方法。对，但对这种就是我们的主本老板，他现在不在这，就可以叫主本老板。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佛心的人？对啊，休闲就好。休闲池来说，不抢时间，就让它慢慢的飘。像我老婆跟我老婆呢，工作暇闲之余呢，就会来这边休闲一下。哎，你是少数另一半支持钓鱼的哎，真的哈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拿摄影机，他老婆他去钓鱼他就翻脸呢，真的哈。我很多钓鱼的朋友呢，10个呢有7个离婚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哇塞，那您这位是第几个？第1个，因为他陪我一起钓鱼。你上座。直接坐这里啊？哎，可以。好。哇，然后钩在哪边？钩在这里。我都快找不到东西了。这个。之前有钓过鱼吗？有钓过。你光看我在弄饵的速度就知道我没有在钓鱼了。我们投降输一半。对啊，我在弄饵，好像在做模型一样。好了，钓竿拿起来，丢进去就可以。丢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。这是有吗？还没。吓我一跳。对，现在才到稳定的，对，现在才是稳定。对，2格。有在吃了吗？我现在看不到。有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没。好，可以了。我真的不会钓鱼，我好像遥控器。没关系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开始就很厉害。我们钓近的钓近，因为我已经把鱼喂到近的。真的。因为越近的话呢，起鱼的速度越快。你有撒那个叫什么 A 撒？对。这里能够钓到多大的？好险，这是钓整天500块。对啊。我这个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确定？对。还好，真的，所以我说这种钓整天500块最适合我。这个嘞，你看，哇，3个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很会鼓励人呢。这么小尾，你叫这么大声？我从头到尾没有钓过双尾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很难得嘞。好，那这怎么办？丢回去？太小了，所以我们来放回去。好酷哦，这东西。对，我们就不用手把。好，我大概会了。好，让我融会贯通一下。等一下哈，这是休闲的钓法。休闲钓法，也有战斗的钓法。战斗钓法怎么做？等一下我再稍微教你一下。真的？你觉得我教得起来吗？应该可以。看你的骨骼奇异，根本就是钓鱼的奇才。百年难得一见。真好，人真好啊！等下来丢前面就好了。好，丢下去的时候，这只手捏饵。捏饵？对，捏一下你想要的形状，一边看一边捏。对，这就是快速的钓法。就不是把它捏成2团，等你上来的时候就马上好钩了。来，注意咯，好大，这个就是顿点。好，这个是这个有时候比较大一点点的，越来越大。你不要那个声音好不好？鱼才拉起来就比较大一点的。你捏好了是不是马上就练功？对。你真的很厉害的，教了2次就会了。你根本就是要推人入坑吧？你这是推人入坑的一个话术但是我说实在，如果有人教钓鱼这样钓其实就是会想钓鱼，真的对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一手呢？对，要边看浮标，然后看浮标，看浮标，对，放着。我都没有在看浮标，手靠杆。哇！刚那个应该是大的，肯定是。真的吗？因为力量不太一样钓鱼钓不起来的都是最大尾。真的。
果然钓不起来的都是最大尾的，而且这些大尾的鱼啊，全都咬了别人的饵，上了别人的竿。看看四周左邻右舍的钓客拉起来的吴郭鱼，每一条都比我大，可见这池底还有不少大牛。有了邱大哥专业的指导，哥差的应该就是那个运气了。又来了，这小的啊！哇，这又是双高，100年才看得到一次，这次又看到了。你看是不是很厉害？哎，制作人是不是双钩？哎，来，我们再钓近一点，再钓近一点，就钓这个缸眼下面。哦，是哦。为什么溅的会比较大吗？因为小鱼呢不敢靠近。对。哦。这又是一个美感了。爱钓鱼的人有句俗谚：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。为了不让小鱼继续闹窝，邱大哥决定再出奇招，利用大量的 ASA 吸引大鱼靠近。大鱼一来，小鱼自然就会闪开。这个作战策略听起来很不错，大鱼应该就要上钩了。都钓不到，真的觉得很挫折。这不是，对，这不是，它会再上来一次。看一下，我这个是一改完之后，基本上封一条鱼出来只要3秒。你这开钓鱼池太博菜了，你应该去当发明家。你看到地表哦，遍布都是石头，但是你有看过石头长眼睛吗？这块文石可以巧雕，那时候到20多年前，一天要挣2、3万只，煮一下就有了。待完第1点，开枪！其实我们时间是一样的。是，运气不好。再一次，我大概知道是。我们还要再几次？我们还要再几次？我觉得老师快生气了。为什么教不会？气死我了！钓到老师生气，哎呦！能把一向笑脸迎人的邱大哥逼成这副模样的，大概也只有我有这个能耐了吧。为了证明刚刚的战略无误，我们决定让老师亲自上战场，而我好像只剩旁边纳凉的份了。来喽！有了。哎，有了！哦，来了哈！终于来了。对，这就是重鱼率了，因为小鱼太多的时候就是小鱼大鱼，或者是小鱼大鱼，对啊。但总不可能一直都是小鱼大鱼吧？我不知道。要不就是小鱼大鱼，小鱼大鱼。哎呦，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看是不是大鱼小鱼？大鱼又小鱼。对。然后等一下我下去又是小鱼大鱼。会这样吗？啊，我们来去吹头家啊。大哥，谢谢哈。好，拜拜。找老板。小鱼大鱼。老板，我发现哈，就是你的鱼不管再怎么好钓，对于我这种人还是钓不到，所以我来帮你收鱼好了，好不好？需要一点经验。对啊，大哥这边的鱼应该是要收了。他这个从会走路玩到现在，真的啊。哎，大哥，来，我帮你把鱼收起来好了。要怎么收？我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是啊，我看他好像钓不少。真的哈。来，直接整个拿起来。来，你有办法吗？有了，可以活，可以了。哇塞，行吗？可以了。等一下，顺便你钓这么多干嘛？等一下顺便帮我杀，然后顺便帮我真空一下。还说你闲？等一下，这太多了啦！钓鱼不行，体力活也不行，怎么办？碰到鱼就是不行的。哦天哪！哇！
来说大家都是钓这样，然后钓完了请你来收，然后这整个这样把它收回去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一般这边因为大家求方便，对，都有帮人家代客鲨鱼。专门在帮人家杀鱼。我跟你讲，钓鱼好像我这种钓鱼外行人最怕什么？就是手这样碰到鱼，更不用讲鲨鱼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有专门人帮人。真的、哦。处理好，那我们还真空包。啊？你等一下你还帮忙真空包？哎，对，真空。你到底还有什么没包到的？差不多就全包了啊？是吗？对对。人真好哎。走，我来跟你去鲨鱼，给。哦，那你骑哦，我坐前面啊。你骑，我用走过去。啊，真的吗？会吗？会啊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钓到鱼还可以骑车，你这个好是体力。老板，走了。走吧。罗老板的休闲鱼池属于农田水利会的活水养殖池，不但鱼多，而且拉力强，加上水质好，鱼没有臭土味，一天钓鱼费用500块，还能带走10斤的鱼，媲美批发价的佛心价格，让这里每到假日就一味难求。贴心的老板更推出代客鲨鱼的加值服务，除了出动沙滩车到处收鱼，处理后居然还做真空包装，真的是就甘心呢。这台可以真空，这不是封口机而已吗？对，这个是封口机。对啊，当初为了要做真空这件事情，去把它自己改出来。你自己做？哎，对自己改出来。你什么都靠自己啊？对，因为当初我们有买过专业的真空包装机，对，但是它的速度实在太慢了。我这个自己改完之后，基本上封一条鱼出来只要3秒钟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。那我们是用一般的吸尘器。哎。1秒钟的时间，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。哎，你这开钓鱼池太博菜了，你应该去当发明家的。好酷哦！因为它这样子做起来，这一台整个做起来几千块钱的时间，几千块钱就可以做出来，它的效果也不是对，也不会，对啊。好，真空包好酷哦，借我试它。哇塞！我们这个抽气的小型电器，它在这个时候，它在这个管的边上先压一下，先压一遍，脚踩它就会封口，再靠近一点，这边会漏气。然后这样让它变超灯。现在在踩第2遍，它需要一点熟练度。好，来，再给我这个。其实这样封口蛮快的啊。对，它的只是因为我不熟练呢。对。哦，好酷哦！然后直接帮客人把它封好，他回家也好处理。哎，直接丢冰箱就可以了。其实想要吃再拿出来。这个也算是一种做服务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对啊，让大家也会喜欢来。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些成本在里面。其实代客鲨鱼真的是只是一种服务而已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喜欢钓鱼，然后也希望像一般没有办法接受钓鱼，会碰到这鱼腥鱼鳞的人，让他更喜欢钓鱼。对，所以你就提供了这样的服务。对，那
那也就是我们出去钓鱼的过程，我们也有碰到相同的问题。那在我们身上肯定不要让它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就真是好，人真好。因为抱持着同理心，罗老板推出代客杀鱼的服务，也是第一家免费替池钓钓友做真空包装。虽然因此增加不少成本，却可以解决钓友的困扰。另外，渔场中也提供代客料理的服务，不管是烤鱼、红烧鱼，还是泰式柠檬鱼，通通都没问题啦。在台湾四面环海，你拥有各种的钓鱼方式以及环境。今天我们在桃园的池钓，虽然说是保证班，但是对我应该来说就是个不保证。但没关系，钓鱼就是一种开心，学的就是一种技术，能够在这样基本上快要一望无际的皮塘里面、养殖池里面钓着乌锅鱼，也是一种享受咯。好，有空记得来走一走。小特，谢谢罗大哥。今天钓鱼感觉怎么样？还是蛮开心的啦。虽然说就是还是没有就是那种，但是那是我个人的问题。对，以后常来。好，没问题。这2只我们的招牌烤，哇，让你回去尝一下。好哦，感激不尽。好，您真是太佛心了，感谢，有空再来哈，罗大哥，拜拜，拜拜。提到三峡，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不是老街，就是家喻户晓伴手礼金牛角。另外，香火鼎盛的清水祖师庙也是游客必访之地。而传统与趣味兼具的蓝染，来到三峡更是不能错过。说到文石，大家会想到台湾澎湖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，但其实台湾本岛也有文石哦，而且就在三峡，期待吗？来去看看寻宝猎人怎么找宝藏。听说这边的石头都很特别，那你看，水泥，我们要去找看。哎呦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一早在这边开会啊？你们一早是在这边开会吗？研究捡石头。所以这边说，听说有很有名的石头。你看到地表哈，遍布都是石头。对，但是你有看过石头长眼睛吗？搞错了。这里面是水晶呢。这个有晶洞，它现在是被石头包覆在里面。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挖到宝？这要怎么开啊？是什么一个眼睛？对，刚一个不起眼被磨成这样，而且这越磨越漂亮，而且它是会透光的耶。台湾第一点，你有看过石头长眼睛吗？对，石头长眼睛。石头长眼睛就是我们三峡文石的特色。三峡文石，对，它全世界只有几个地方有而已。这种文石，你说长眼睛这种文石，全世界只有几个地方有？有哪几个地方？基本上只有台湾有。只有台湾有，就是我们三峡跟澎湖。最早发现是在澎湖吗？澎湖大概400年前就发现了，那个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就有文献啊，记载说他们当时的文人非常喜欢用澎湖的文石，来做印章。做印章墨宝就对了。那我听说在意大利好像也有这种，只是没有我们的这么漂亮，因为意大利它那个太大，就是它的那个同心圆的状况跟它漂亮的程度，它其实没有像我们台湾的在三峡这边的这么厉害。应该是讲说意大利的它是风景石，风景石。然后跟我们这个文石不太一样，长眼睛的石头。对，这边下面找得到。以前只要是台风刚过后，只要台风刚过后，这条溪几乎跟西门町一样。但是我讲的是20几年前，就是下去10分钟背一个大背包上来。全世界最早发现宝石级文石的地点在澎湖，而国外只有意大利的西西里岛
也出产着类似的纹石，但并不具备称为纹石眼的同心圆花纹。近年来，在台湾北部也发现具有漂亮眼睛的纹石，统称为三峡纹石。跟着元老级的玩家一起探索独具慧眼的纹石宝地。要怎么找啊？颜色会不太一样。哪一个？我看那是什么？那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，这是木化。这个不是，哎，这是木化你看它的。表皮一丝一丝的，是木头化石。哦，我们敲看看看。木头化石，用得啊，你看啊，就黑色的，它里面是黑色的木头化石。它有时候会长，磨起来有那个金金的、亮亮的。木头变化石，木头变成化石要多久时间？哦，久了，好几万年。地球还没起来就有了。真的哦，那运气蛮好，让你找到一颗几万年以前的石头，这么强。如果它细化更好，它就更透明。真的哦，这个是吗？那个不是，那个这个这有圆圆的嘞，黑石，这个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水泥啦，哎呦，不是，好像是哦。那这个矿脉，这个矿脉，是矿脉。纹石的共生体，有。哦，这个纹石的共生体。随便捡就让我捡到一个。这个小小的眼睛有没有？哦，是这个啊。纹石的共生体。那这样就找到了啊？这个有价值吗？这个没有价值，这个价值不啊。眼睛太小，我们就不要了。这眯眯眼呐，眯眯眼，眼睛越大越好。太小了。难道这要找多大的眼？像谁一样大？最起码差不多要像蔡不用1尚格的块钱呐，不用1眼睛一样大吗块钱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真的漂亮，小小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太小了，那个才几米里而已。这眯眯眼哎， 1公分最少要1公分。哎，对，应该这么讲，我们捡来是它的用途，最起码能够当个界面嘛，哎，对，可以磨起来。或一个坠子吧，或是摆件吧，所以你最少一个界面。好啊，所以这个就那个赚会料。回归自然。哦，走。再找。我们走旁边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参与。小心哦，这个会滑。没关系，我有参与。有货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块纹石的共生体的。拖鞋，这个就是木头，木头啊，你只要把这个黑色的母岩把它剃掉。这里面是水晶呢。这个有晶洞，小晶洞。它现在是被石头包覆在里面。对，它就像是一个，比如鸡蛋壳包住，里面有蛋，是这个概念吗？对。这你怎么发现？你刚这样看，你怎么看到？像我这样看不出来啊。所以你要去翻动，你有看到这个鹿头，看到鹿头，它怎么证明它是？因为这个我们常常在看的。对，这个就是方解石跟显石的构造。那它那个眼呢是在那个表皮，所以你要把那个黑石头敲掉的母岩把它剃掉。怎么剃？这个不能敲，这个要用这个机器用磨的，用雕刻机或者是用切割机把这个母岩把它剃掉。因为这一块看到只有一点点，但是里面可能从这边到这边，可能很长，所以要开来才知道。要开才知道，但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石头的表现，它这个石头它是应该是很大一颗，因为它从这里穿到里面去。这么强？对，那你等于捡到宝哎。对，这个没有加工之前，这就是石头。这个还要再加工。对。所以它有它的价值。所以人家在讲璞玉还要懂玉的人才有办法把它磨出来。玉不琢不成器嘛。所以你是块璞玉，你就需要遇到一个对的师傅啦。懂。再来找看，我看一下。对，再继续找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靠自己找到一颗。我来找一下。我觉得我在捡石头像是在看缘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再看，我必须要看到有一颗石头，它会呼叫你，它就在那边讲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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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在呼叫你。我现在来找有没有呼叫我的石头。因为我看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也是共生体呢。这个特别的，前面又找到一个了。你们怎么都这么会找啦？
你还有找到？小小的，共生小的，去做的球啊哈，不是黑的，就是好像那个黄比较黄，啊去做球啊做的不水的。现在吗？要巧雕，要巧雕。啊，个卡其里来不？它这个有一个，我现在知道怎么挑，要挑这种像一颗，对，啊，好像人家的和尚烫戒疤一样，有没有？这块纹石可以巧雕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现在家里有一颗巧雕的，就是这种石头，雕起来蛮漂亮的。真的哦？啊，还是你要雕一颗来我摆家里？也可以啊，可以。那这颗如果雕起来的价值有多少？那就看个人什么地方卖了。以你的经验啊，从你以前玩石头到现在，这样的石头普遍来说，平均值我们巧雕出来的，它的价值会在哪里？就看你的创作，你要创作越细，价钱就越高，几十万的在卖。比较普通的算万了。比较普通的还算万。其实如果跟你来走一趟，我就已经几万块薪水了呢。当然的啊，那时候到20多年前出来的时阵对不？一天要挣2、3万只，走一下就有了。一块回去有时候5万、3万在喊。以前那个时代要赚钱，就下来走一下，走一下就有了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很少。这种石头你有了吗？有啊，你有了，那么那麻烦你帮我雕一雕，我家里刚好缺地方摆。可以啊，怎么这么好啦？人真好，等一下我也要找。沉积100万年的宝石，20多年前，因为从三峡通往桃园三民的台7乙线公路开挖，让三峡文石被世人发现，也让当年的五寮溪成了寻宝猎人的西门町。虽然盛况不在，但我相信幸运之神还是会站在我这一边的。千挑万选，挑中了这颗石头，赶快请理事长帮忙鉴定一下。这个是吗？这里有一层皮哈，这是方解石的皮，这方解石，对，但是这个方解石的皮哈，没有眼睛，没有眼，对，所以但就不是，方解石是纹石的主要成分之一，它只是说它在形成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薄片太薄了，所以没办法让眼睛来形成这个眼睛，所以这个你们会剪吗？这个应该是可以，如果做雕刻料的话，可以做俏色巧雕，但就不是我们要找的纹石。比如说了哈，它这个方解是白色的，磨下去它变白色，对，这个全面黑色的，你把这个方解石把它弄一条龙，或一条狗，出来以后含在石头上，黑白对比就，就是一个俏色，对，所以这一颗是雕刻料，是雕刻料，对你只要遇到一个会雕的人，会雕的师傅，他可以创作一个很不错的作品。好吧，我还是想要找纹石。走，再来找。想要在溪流里挖宝，视力不好的人真的很吃亏。虽然哥的视力还不错，但毕竟是新手，看不懂或是看走眼都是正常的。理事长说，他们玩了10几年的石头，想要捡到好的纹石，只要用心观察，有的是机会。像这种的就会捡了。这我有捡，这已经眼睛那么大了，这是眼睛吗？它也有眼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灯打下去，吓死你，有够漂亮。你看，它是透的哎。你来称一下我的心脏。台湾第1点，这是眼睛吗？它也有眼睛。对呀，这是眼睛。对，这个就是你真的捡到宝哦！这是眼睛，可以玩了，这么大一个眼睛，它有这么大哎，这么大哎，对呀，这么大哎，快跟蔡灿的眼睛一样大嘞。没错。然后回去就是要看它的颜色，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对，越鲜艳。它一般会有几种颜色？你们曾经开过哪几种？都有啊，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。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，只是越稀少的越少的颜色是什么？你目前你捡石头玩石头几年了？蓝色最少。您玩石头几年了？
25年，你碰过蓝色有几颗？才1、2颗而已啊，那个几乎都是收藏家拿走。 25年才1、2颗，万一这一颗是蓝色的，以我们行家看就是不可能。他直接把我冷水浇下去。但是它眼睛还是很漂亮啊，真的、哦，线还是有啊。如果拿到蓝色是收藏家的，对。它澎湖的，它大部分都带红色的，红色没收藏。好，我来找找，继续找找，看有没有机会让我赌到一个蓝色。为了溪流中那美丽动人的眼睛，捡石头肯定是场长期抗战。大哥说要捡好东西，通常要等台风或是大水后来捡。各种美丽的奇石才有抛头露面的机会，而这些重见光明的石头，还要再经过繁复的处理，才能更耀眼夺目。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挖到宝，这要怎么开啊？这是不是一颗眼睛呢？对，沾点水，已经捡到1块钱的眼睛了。你说。你看它线条哦，这一个就有可能在咖啡色。哦，这个就对了，你看外方。这还要再磨吗？你要把它整个圈出来。你磨好不好？我怕我把你这磨坏，这好漂亮哦。好，来，你看，咖啡色，刚一个不起眼被磨完变这样，好厉害啊！你看这，你看到吗？而且这越磨越漂亮，而且它是会透光的耶，好漂亮哦！看，好可惜不是蓝色的，哇，这要是蓝色的话，我看我们2个要在这打架了。其实咖啡色能捡到咖啡色就很棒啊，真的吗？一般我们常出现的是什么颜色？一般最多就是白色，咖啡色最少。咖啡色很少。然后我们澎湖那边是什么颜色？澎湖它最好是带红色，红色跟橘红色。你看它又要产生有红色、有颜色的变化，这又要有更多其他的因素。跟当初它进去玄武岩里面的矿物质有关系。我们三峡文石跟复兴文石每一个区块它的颜色会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我们大概都分得出来是哪一个区块的。懂了。再美的宝石也需要伯乐的巧手与慧眼，不起眼的小石头遇上了对的人，才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。邓大哥说，一颗好的文石，从原石到成品的加工程序，经过琢磨、雕刻、抛光等12道步骤，过程十分繁琐，才能将包覆于玄武岩中的文石内在美显现于外，并提高其价值。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捡石、玩石、赏石呢？让这些宝石自己实话实说。说实在的，没有下去溪里走，没有下去找不到，你不会知道这些眼前的是精品。你本来好像以为就这么多，它就应该要有这些东西，其实很难呢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们像这条先回，这条是什么呀？这条是。它也是里面是玄武岩里面洞孔里面产生的条状的，它是用条状的，它就是比如说这玄武岩包裹住，它就是一个洞孔，它的洞孔在这里面，然后被你们找到以后开始磨出来，它就有这么长条的矿物质在里面，然后产生的这些纹石，你看它有这些圆心、同心圆，然后还有个8在这边，哇，好漂亮哎！这也是非常难得，对不对？难得嘛，因为其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它要创造出来什么形状，不是你有办法创造出来的，都是要靠它创造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再来看，这个嘞，这个有没有？这好像一个可以拿吗？可以。好，这好像是一个什么火星表面，你看很漂亮吗？你看这种，好科技哦！哇塞，这个是表面都完全还没处理。这没处理，这不是处理完了吗？没有，这你不是要抛过才会变这样？没有抛光，它表皮就是这样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特意留它的表皮。原矿就是这样子，它原矿就长这样，在玄武岩里面就是这样整块。
哦，在玄武，我以为你在溪底只捡到就这样一块，在玄武岩里面，在玄武岩的里面，所以它是玄武岩包裹住了这些矿物质，然后产生的这些纹石的形状。哇，太难了，这个很难得，这个相当快，相当困难，它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，这样，哇，好像一个什么细胞分裂的感觉，有吗？像这种的，我们大概都玩摆件的，像这种我们可以玩把玩的，你可以带出去外面把玩那种。哇塞，所以这个就相当特殊了。它这个是白玉。哦。台湾第一点，它这个是白玉。哦，它有白玉啊，这个最特殊的白玉，是白玉，透明的白玉。然后这边是有我们的这纹石，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都是，它整块都是哎，然后有点金面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哪一个？还有哪一种？我看哦，对，哎，这个很缤纷，这带苹果粒的颜色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哪一个艺术家的画作一样。他就特别画了这样一个东西，好漂亮哦！你看这，好新潮哎，这太潮了吧？这块纹石也太潮了吧？哇！而且它就这样透光性，然后你还都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纹路，还可以带出场把玩。哦，真的哦！你就有一个拿，就是你就看一个人坐在那边这样，对，对吧？和田玉就是玩它的温润，和田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哇，这是漂亮，是漂亮的。这每个人都在玩一种东西。看这个，你看，这也是前卫到不行，色彩娇艳，而且它这个质地也是透光的，用打灯都是透光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灯打下去，吓死你，有够漂亮。来咯，你看。整个苹果粒都出来了。哇塞，你看这个，它是透的哎，你看像不像一个心脏？好酷哦！刚刚那一颗白玉就很透了，整个都透过去。这个第一颗白玉，它带蓝光的。真的哎，从侧面这样它带蓝光，蓝色的光。这个，这也是。哇，水哦。这是单眼，我们讲它的眼睛带蕾丝边，滚边的，蕾丝边滚边的，哦，好漂亮，真的好像一个眼睛哦。眼睛可说是三峡纹石的灵魂，因为几十颗、几百颗，甚至几千颗里面才会出现一颗完整的纹石眼，而其他没有眼睛的纹石，玩家们称为白菜头。也因为这一圈一圈、层层叠叠的同心圆构造，让纹石有着大地之眼或天使之眼的美称。小豆有缘，哎，怎么了？送一颗纹石给你。真的假的？台湾第一定，我没捡到，还可以有人送，这么好。你其实也不用送太复杂的，我就这边简单挑一个嘛，简单的，但是我的心意，我的作品。哎呦，哎，好难哦！台湾呢，是一颗台湾里面所有的这个纹石点不同的，统统都有。哦，真的吗？有条状，像你刚刚看那个就是这个就条状的，条状的。对，像这个就白玉，对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。你说这全台应该就只有一个吧？我的作品我做两个，两个而已。但这一颗是最漂亮的，有缘。那另外一个在哪里？在历史文物馆的方教授那边。另外一个在历史博物馆里面，全台唯二的另外一颗，在我这里。哎，开心了吧？台湾第一点。千万年前火山喷发、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玄武岩，而这些岩石中的气孔或断层，就成了纹石类矿物生成的温床。组成三峡纹石的矿物共有7种，
包括方解石、线石、磷铁矿、磷锰矿、铁白云石、石英、玉髓，其中方解石占约70%。不论这些石头有没有动人的眼睛，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、充满艺术价值的。世界之大，台湾独有，称它为台湾国宝石，当之无愧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